2023款比亚迪E2呢是在上个月正式上市，它一共推出了2款配置车型，低配入门的售价呢是10.28万元，高配是10.98万元。下面呢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快速了解这款新车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在外观内饰方面都有哪些变化？首先从外观来看的话呢，它整个的一个变化集中在前脸上，跟以前老款车型相比的话呢，整个前脸最大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前脸。以往一个格栅造型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传统车型的一个味道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封闭式前脸呢，也是比较纯粹的。另外它的一个比亚迪标志呢，也变成了一个英文的形式，也是一个契合海洋网的一个风格。细节来看的话呢，以往一个镀铬亮条的话，也是变成了一个熏黑造型。除此之外呢，两侧雾灯区域呢也是变大了。整体看起来的话，会有一个进攻性。车身侧面来看的话呢，整个轮廓线条其实并没有变化的，但是它在功能上是新增了。在后视镜上呢是新增了一个 NFC 功能。你佩戴一个苹果手表啊，或者苹果手机也能支持车门的一个解锁。车尾部分呢，它整体也是并没有变化的。下面我们进入车内看看吧。坐进车内呢，可以看到整个中控的一个布局已经有一个大的变化。老款车型呢线条比较平直，那么现在也是加入了更多的一个造型，用料呢也比较丰富，可以说是更加的年轻化了。中控屏幕方面的话呢，入门车型是配备一个10.1英寸的屏幕，高配呢则是一个12.8英寸的屏幕。除此之外呢，仪表也是升级了一个组合仪表，尺寸是8.8英寸。另外呢，方向盘呢也是有一个重新的布局，也是契合了海洋网的一个风格吧。上面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功能按键，整个触感也是比较不错的。中控部分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，比较类似于海豹的一个风格，将所有功能按键都集中在这个圆圈上，并且换挡呢也是变成了一个水晶的一个挡把头。那么以往也是一个比较廉价的旋钮形状吧。现在新款现在这样呢，风格也是比较讨人喜欢的。前方呢是一个手机放置的一个区域，但是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无线充电功能，所以说略微有点遗憾。但是下方呢它是开辟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，可以放置一些纸巾啊、零碎的物品等等。座椅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，整个座椅造型也是有所进化，看起来也是比较有档次的，触感摸起来也是比较舒服，虽然它并不是真皮材质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低配和高配究竟差在什么地方？从售价来看的话呢，它们之间差价是7000元。其实它差别主要在配置上。高配车型是标配一个 LED 的大灯、铝合金的轮圈。车内的话呢，中控大屏是标配12.8英寸。方向盘以及座椅呢也是皮质的一个材质。续航部分呢，两款配置车型也是一样的，都是配备43.2千瓦时的刀片电池。CLTC 工况续航是405公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第3个问题了，究竟它开起来如何？先来说说它的一个动力配备吧。它全系无论是高配还是低配呢，它的动力数据都是一致的。搭配的是一个永磁同步电机，并且是前置前驱的一个形式。电机最大功率呢是70千瓦，最大扭矩是180牛米。那么这样一个动力数据呢，对于它来说还是完全够用的。无论是红绿灯起步还是中低速下的一个再提速，它能给到你的一个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。因为电机的一个特性呢，它也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吧，算是。当然它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加速度呢并不会太强，但是呢在日常城市中游走啊，以及在高速方面它的一个提速呢完全不会说太过于肉的。驾驶模式方面呢，它是提供了3种驾驶模式，包括 Eco 啊、Normal 啊以及 Sport。那么这3种模式当中呢，它的区隔度并不会太明显。每一种模式它的一个响应，其实主要你深踩的话，其实区隔度真的是不大的。但是呢，它可能是在一些中低速起步的时候，一个踏板的响应会有些差别。动能回收部分的话，它是提供了标准以及较大回馈2种。这2种模式当中呢，它的减速度、拖拽感都不会非常的强。那么较大回馈呢，其实在城市中游走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它的回收的话，能减少你的一个刹车制动的一个幅度。当然，
如果你是从燃油车切换过来，并不喜欢这么强的一个回收强度的话，其实标准模式完全够用了。它是一个比较缓以及比较类似滑行的一个状态，其实还是比较容易适应的。接下来再来说说它的一个底盘表现吧。从结构上来说的话，它是采用一个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一个悬挂结构。这种结构呢，对于这一价位来说也是非常正常的。那么表现呢，其实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。首先，它在一些平直路面上呢，它的一个循迹性啊、稳定性都非常的强。遇到一些颠簸路面或者是一些大的凹坑呢，它悬挂处理起来是非常的迅速，没有拖泥带水，韧性非常的足，有点出乎扭力梁悬挂的一个表现。遇到一些连续的颠簸路面呢，虽然它处理起来过滤的并不那么彻底，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。除了底盘表现让我印象深刻之外呢，它的转向手感也是不错的。区别于以往比亚迪的车型呢，它的转向手感会稍微重一些，并且有一种细腻感。以前的转向手感呢会稍微的比较轻，并且电子味非常的浓厚，没有一点驾驶欲望。那么这台车呢，它是可以激发你的一个驾驶欲望的，转向呢比较细腻，也比较精准。当然，这台车也并不是没有缺点，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，胎噪啊、风噪以及底盘的噪音也会比较大一些。后期如果更换好一点的轮胎，可能会有所抑制。最后呢，再来一个小的总结，这台车呢定价在10万元出头，可能感觉价格还是有点贵。但是它拥有不错的车内空间、不错的续航、不错的操控，整体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。同价位当中呢，其实并没有太多好的选择。另外，价格更便宜的7、8万块钱的电动车呢，它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啊，以及空间都会差一大截。所以说，这台车可能还是10万元预算当中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。